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缝能不能塞得下这张 A4 的纸啊？没问题啊，用 A4 纸清灰没问题。哇塞，清出了那么多灰。Hello，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在大陆某二手网站购买三星 Note 10 Plus 的一个经历吧。这个手机是美版的，价钱呢，我买的是3700人民币了。也是有一些值得说的了，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购买的建议吧。先看一下这个系统的主题，这个应该说是三星，我在网上查的了啊，是三星的一个公开版的一个主题啊。其实它这个主题原来是用于它三星出的一个星战系列，有星战外壳的一个手机的一个主题，但现在呢，可能被某些人给移植到了这种公开版的三星系统上，所以你买到的美版系统，只要它称是可以在大陆使用的，不对了啊，应该就是说它是原生的美版系统的话呢，都是带有运营商的 logo 啊，运营商的一些软件的。如果他告诉你刷的是美版系统的话，那就应该是这一款三星 Note 10 Plus 这一款，可能叫做美版的公开版系统吧。这个系统呢，我现在是正常使用的，因为我上面装的软件都比较少，这些是我经常使用的一些软件。我认为买安卓机这些我就够了，其他的这是系统自带的一些东西啊，等一下慢慢介绍。这边是我下载的一些我需要的软件，也有系统自带的一些软件，还有一些现在。这个公开版系统它是 Android 10啊，Android 10，Android 10里边的一些功能呢，它都有啊，Android 10啊，有一些小彩蛋啊，大家可以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玩一下 Android 10里面的一些彩蛋。好，那我先说一下这个卖家他刚寄来的时候呢，并不是使用这个主题，有点像三星的原生的主题。我为什么会改成这个主题呢？这个是有一个故事的，这个故事呢就来自于他。有关心过的同学啊，朋友们都知道 ，Note 10 Note 系列，三星的 Note 系列最经典的就是这支 S Pen 与它所附加的一些功能，是三星 Note 系列长盛不衰的要点。我呢，从 Note 7那个时候呢，我就非常想要拥有一台带有笔的这个手机。而且呢，我们以前买平板啊，买苹果的平板，它都是号称卖家会送你一支笔，那个可以在屏幕上写画画，也可以操纵屏幕，就是类似这种啦啊，这种的笔。好了，像这种笔呢，就是我们用 iPad 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平板啊，商家会送你或者卖你的这种笔，它一头是种软的橡胶，可以在屏幕上写画画啊。另一端呢，可以任何了，有用实皮笔的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那这个笔呢，就应该是我买平板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我特别觉得，手机上面随时记录一些东西的话，还是要有笔写
写出来的字才有温度嘛啊。那三星呢，它应该是从 Note 7吧，我就记得它有一个这个息屏书写的这个功能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到 Note 10上呢，依然是保留了这个功能，就是好把笔抽出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上面写三星 Note 啊，可以记一下一些，比方说10点钟，去咖啡，这样子呢，你就可以选择把它这地方有一个钉子啊，一个图钉的形状，给钉在你的屏幕上。Pin to always on display。好了，这样子呢，你的手机在息屏状态下可以看到这个你的笔记。息屏，它不是一直都有了啊。当然，你双击一下，哎，它不是一直就有啊。那怎么才能看到呢？好奇怪哦。那你这样一抬，它就亮了。那你息屏，因为我不太会用哦，因为我一直觉得这功能很实用，但是我没有研究透它。刚才的已经，怎么才能让它显示呢？就是比方说，我把手机放起来，我想看一下，没有哎，双击屏幕就打开啦，息屏也不显示。等一下，我们自己等一下看看它呀，息屏了也没有啊。我再研究一下啊。息屏书写的功能呢，就是你在屏幕不亮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拿出你的 S Pen， 它就提示你 Write on the off screen。 Tap the screen while pressing the S Pen button to write notes while the screen is off。就是说如果说你已经把笔抽出来的情况下呢，你按一下这个键啊，笔上的这个键，依然可以提醒你这个抬屏、这个息屏书写。就现在啊，按一下，但是我这个是不行的，原因呢，我等一下讲。好，我再来演示一下。现在可以写了，写完了。我刚才点的是这个图钉哦，那点一下图钉。Pin note will be shown for 30 minutes. Double tap to show it again. 我把它 Pin to always on display。好，这个是有了。Move the tab to tip of your away from。我是不是开了其他的功能，让这个有点受限制啊？因为按说息屏嘛，就是你的手机，它应该是常亮在这里才对呀。好奇怪哦。或者说你点一下它出来也可以是吧？哎，现在有了哦，现在有了，就是你点一下它就出来。你比方说我现在手机，我想看一下我手机，这个时候点一下啊，它就出来了。点2下，
它打开了，你可以继续编辑了，应该是啊，然后再把它拼上，点一下，它就出来。Move away from screen to scan your fingerprint 啊，点一下，它出来，锁屏，锁屏，点一下，你的笔记出来，锁屏，点2下是直接亮屏，你就可以看时间啊、看通知这一些之类的啊。它是这样一个逻辑。好，还有它的一些功能呢，这边都有非常多啊。我觉得我会用的比较多的呢，就是另一个翻译的功能，就是悬浮翻译。你点开之后呢，顶上会有一个让你的选项翻译的选项，下面呢，你就可以把你的笔尖放在它的这个你想要翻译的字上，它就会弹出翻译。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吸引我，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就是它识别是非常准确的，像这种都能识别出来啊。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个实体字体吧，它应该就是在Google 搜索里边的一个可以说虚拟的字体吧啊，它也能够识别，非常的方便。所以以后再看一些网页呀，浏览一些这个网页啊，外文的网页的时候是非常的方便的。Camera S Pen Accessory 啊，这个同时可以打开，这个你可以把它拷贝下来啊，也可以把它播放它的读音呀。Accessories 好像直接可以点，可以打开谷歌翻译啊，它就出来它的一些更多的东西，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实用了啊，对于我来讲。好，那这些功能哈，包括其他的一些功能，像比方说里边的记笔记啊，这个好像都是 Note 7啊，Note 8、Note 9，它们都有的一些功能。我稍微的突发奇想啊，这个笔是不是可以用在现在的三星上啊，或者说三星 Note 系列上面？我不太清楚。我来试一下。点一下它亮了，说明它对它是有启动效果的。是不是继续写？但是不能写，只能触控啊，只能触控。所以这个笔的写字的原理应该跟以前的平板啊、手机不一样了，因为这个在我另一台安卓手机啊，诺基亚的安卓手机上是可以写东西的。它可以像是谷歌翻译啊，我来对比一下吧。像是谷歌翻译，我用它来手写一些字，现在是输入日语吧啊，我写一个啊，你还是有啊，那不是日语啊，那是韩语。我写一个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こんにちは啊，这是正常的可以写的啊，这地方写错了，识别错了写错了，こんにちに应该写こんにちは。
用手写的，好吧，就这样吧，手写的，こんにちは，这都可以写。好，那我换到三星的这个手机上面。它功能一多，它逻辑就有点稍微的混乱了啊。好，我打开同样是谷歌翻译，我也用这次还是写英文吧，这个操作用这个笔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操作是没有问题的。呀，也可以写 ，what 也可以在上面写字这个写是没问题的。写一个 morning coming 写错了，是可以正常写的，而且也有那个手写笔的沙沙的声音，就是写字的感觉的声音啊。我用中文的，是一样的写的比较潦草了，这是可以的，但是 S Pen 的那些功能，应该在这支笔就是用普通的笔是代替不了的比方说这个时候任何选项都没有用的，也调不出 S Pen 来必须用这支笔。这个当然还是有些差别了所以有了这个笔了，身上就不用带这种笔了这笔比较大。好，我们回到这个手机，说回这支笔，那为什么我说我是被骗了呢？就是因为在 Note 10上Note 10系列 Note 10Note 10 Plus 上面，这个笔都加入了一些新的功能。那你比方说遥控手机的功能，那我这个笔呢，这个商家卖给我的这个笔就没有这个功能。把笔插进去，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笔在跟手机配对，它一直在配对，这是跟三星原装的笔是差别很大的三星原装的笔应该很快就可以配对上了。我们等它一下，给它点时间。好了，蛮久了它这个配对配了这么久都配不上一会儿呢，它会在这个地方呢出现一个配对失败的这个提示。我们去到它的选单里边呢，在这个左下这边出现了这个配对失败的这个符号了在这个 Advanced Feature 这是包括 S Pen Bixby 这个一些手势的一些特殊选项里面呢，针对 S Pen 有一些选项，其中 Note 10里边增加的就是这个 Air Action， 但是呢，我这支笔永远是 disconnected， 所以呢，这就是我向大家需要说明的。怪错呢，我认为商家嘛，他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他可能把原装的笔你看
他卖给我是这个颜色的手机啊，我现在一直认为这个手机应该是黑色吧啊，亮黑色，但是他给我送的这个笔呢是这个颜色的，这个笔头呢是这个颜色的，所以当时我没有，一是对这个手机了解不够吧，再一个是对商家没有追问他啊S Pen 的工具过于相信他了，过于相信中国的这些商人了啊，认为他不会做这种比较龌龊的勾当，所以我就问的比较少。我看手机的外观啊，我们看这个外观，还是比较新的啊，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磕碰啊或者使用的痕迹啊，就是包括这个充电的插口周围呢也没有太多的插拔的痕迹，唯独是这支笔，我忘记去关注它了啊，认为没有想到啊，根本想不到啊，它会给你这样子来调换，所以我拿到之后呢，简单的试用了一下我需要的这几个功能，这支笔都能够做到。那些新的功能啊，比方说启动相机啊，遥控拍照啊，遥控变焦啊，那些功能我现在没办法演示了。这个笔呢是不支持的，可以说是它没有这个蓝牙模块吧，应该是。我认为啊，它没有蓝牙，笔里边没有蓝牙模块，所以也不能充电。这个笔也不能充电。因为我现在还搞不清楚它就是 S Pen 这些操作是不是需要电啊？这个我还没有去尝试，就是把它放没了电之后呢再用。至少我现在觉得我的所有需要的功能它都能够支持了，所以我也没有太想要去更换。就是商家说也可以，我不满意可以给我退啊，这点是比较好的。这个商家呢跟我在同一个山东省，都是山东省的啊，他在潍坊，离我这儿很近。我觉得手机嘛，这个能用就行，寄来寄去的也麻烦，退钱呢，退款也不知道会耽搁多久时间，我还要再再去找一个价钱相当的这个手机，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再找得到满意的，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这个花钱买个教训吧。那我也跟商家，争取过啊。我说你需要退一部分钱吧，退我100块钱。商家也同意了啊，他可能也知道自己的这些做法，在他利润有的挣的情况下，他还能够尽量的满足消费者的一些诉求。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好的了，比那些卖出去东西就什么都不管的商家卖家好很多。好，这个手机呢，因为我在这几天的使用下来呢，我用的也比较的轻量啊，就是用一些谷歌的套件吧啊，我用的就是谷歌的全家桶，这些在使用上面都能够满足我的需求。我很少玩，基本没有装游戏，不玩游戏。我用这个手机想要完成的它的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呢，它也能够帮我完成，就是像这种影片的编辑啊，它这个影片的编辑功能呢，非常的好玩儿，也不能说强大吧，是好玩儿。还有这种 AI Doodle 的功能啊，这个以后呢会单独给大家再解释啊，或者说介绍吧，就是说我是怎么玩这个手机的。当然我有了笔嘛，作画也是我希望它能带给我的，所以呢，我就
除了做一些学习的笔记啊之外，我还在上面呢也学习做一些画，将来希望能够用在我的视频制作上面，丰富我的视频内容吧。这个，别人都是用一些购买的这种特效啊，我希望我的特效呢，大部分是来自于我的画。哎，这个应该底下还有吧？哎，对呀，我画了蛮多的，怎么只有这2张了呀？在这些，看到没有？我学的画。好，这是手机购买过程中避免被奸商骗的啊，就是这支笔。好，这个手机买来的时候呢，是单机了啊，什么配件都没有的。我估计在二手网站上他们都会这样讲，单机啊，是因为过海关的时候呢需要怎么巴拉巴拉啊。这个我觉得他们都是应该是把配件去做另外的处理，去卖掉啦，或者说怎样啊？这个不管了，我觉得在我心里的价位买到我想要的手机就可以了。但是买回来之后呢，我拿到手里觉得整体上还好了啊。刚才看的外观也都说过了，外观是屏幕上还有保护膜啊，有膜。虽然贴歪了啊，虽然看从这地方可以看到膜有点贴歪了，但是屏幕也是好的，我都测过看过了啊，在我肉眼看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拿到手里这个手感，却没有像其他的人体会到说，感觉不到接缝的存在啊。这个手机的接缝真的是蛮大的。我也可能是买到了拆过的手机了，但是好在它的这个接缝呢是均匀的啊，它不像它至少它修手机啊或者拆手机的人，他的这个水平还在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缝能不能塞得下这张 A4 的纸啊。如果能塞下的话呢，就GG了。这个还行啊，这边感觉还可以。这边呢，缝就有点大了。这边感觉能够塞得下这张 A4 的纸。用 A4 的纸，好像能够清除一些灰尘哦。完全能塞得下了。里面有灰尘。你买二手手机嘛，这个风险真的是。当然，等疫情结束之后呢，我会去体验一下这个专卖店里边啊，或者说手机店里边它的这个接缝，应该不至于哈，再大也不至于能够塞下A4纸吧。所以这个手机值得商榷的。但我在通过串号啊，这个手机这地方这个接缝是最大的，这边啊这个接缝，难道是个组装机吗？哇塞，系统是没问题的，功能都在，难道买到了组装机？你看这个接缝大的，没问题啊，用 A4 纸清灰没问题。哇塞，清出了那么多灰。还好啦，如果说它没有质量问题的话呢，每天这样清清灰，我是真的不知道了啊！大家在下面跟我说一下，
真正的原装的三星手机会不会有这种接缝超大的问题？这个屏幕的接缝还好，就是这个后盖儿，感觉是不是换过颜色的后盖儿啊？现在没法去认定它。我用一个微信的公众号查过它的这个，应该是19年的8月份的美版的一个手机是 Spirit 这个运营商的手机，还好吧，我觉得满足我的使用，在我的心理价位下，我就暂时先用着，出现了任何问题再说，慢慢的再体验它的一些来自于 Android 10的新功能这个是我认为比较吸引我的新功能 ，Live Transcribe 就是应该是可以把你的录音转化成文字之类的。可以把我的录音转化成文字吗？Can you by 英文中文可能比较困难，好像它不太支持中文。那我用英文来试一下，先清楚这些Stop。它支持这么多，有中文呢 ，Chinese China。OK，应该说中文，应该说中文识别率很高我们今天开箱一个三星手机 Note 10 Plus，10 Note 10 Plus，Note 10 Plus，慢慢体验一下，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功能的使用呢。它应该可以复制它可以复制、翻译、查词、选择，这个将来有很大的用处，好吧？我们今天就体验到这里，好，拜拜。